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专业的独特分析。金融风暴尚未结束。金融时报，最近一连串的美国银行倒闭是绝对战略研究公司 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策略师伊恩·哈内特 Ian Harnett 所说的量化破坏的症状。这是指在接近零利率和宽松流动性的10年中出现的制度结构的解除。哈内特声称，最近的银行倒闭表明，现在是投资者应该谨慎的时候。10年的零利率引发了对收益率的追求，导致养老基金投资组合对商业房地产和替代品的分配上升，导致金融风险增加。Harnett 认为这有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一个小实体的失败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严重后果。断层线往往出现在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最大的。许多商业运营、融资和违约模式尚未针对这种突然的政策转变进行充分的道路测试。随着利率上升和流动性蒸发，私营公司将更难进入债务和股票市场，因为私人债务和股票在流动性充足时从较高的收益率和较低的报告波动性中获益，这加剧了目前的情况。文章最后指出，利率上升、债务去杠杆化和股票估值上升的有毒组合助长了量化破坏，有可能将这些金融风险从特殊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2008年至2021年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导致借贷急剧上升，但随着央行转向量化紧缩，非金融债务已经回落。在每次系统性危机开始时，金融失败往往被贴上特殊性的标签，但金融失败的速度和规模使这种说法更难维持。金钱压力会让你生病吗？英国独立报，专家说，担心财务状况会对身心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许多人可能已经意识到财务压力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但个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与持续焦虑相关的身体影响。压力可能与睡眠不足、易怒、精力不足、流泪和身体健康情况不佳有关，这可能导致缺乏身体活动、心理健康情况不佳和肥胖。专家说，均衡的饮食、锻炼和寻求专业帮助对于治疗与财务问题相关的身心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控制财务问题可能很困难，人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孤独，但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专家说，要采取的第一步是倾听你的身体并了解压力的影响，无论是无法放松、睡眠不安还是食欲不振。采取行动而不是拖延可以令人难以置信地赋予权利，即使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可怕。BACP 注册治疗师 Working Minds 的创始人兼董事 Simon Kuntz 说，制定合理的预算并确定可以减少支出的地方可能会有所说明。寻求专业帮助、财务建议或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也可以提供缓解。欧洲央行警告1万亿欧元房地产基金带来的风险。彭博社，欧洲央行 ECB 警告商业地产基金上涨带来的风险，并指出它们对市场的影响如何导致系统性不稳定。在过去10年中，房地产投资基金的价值增加了2倍，超过1万亿欧元 1.1 万亿美元。欧洲央行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了相互依存和挤兑的脆弱性。欧洲央行对投资者频繁提取资金的能力与投资本身缺乏流动性之间的不匹配表示担忧。研究还引用了黑石集团的例子，该公司在投资者开始提取资金后限制了赎回。疫情刺激的在家工作政策和电子商务的增加，以及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和旨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加息，都影响了商业地产市场。欧洲央行报告称，目前的基金规则应更新，以确保可以管理流动性需求的激增，并补充说，如果商业房地产稳定性受到破坏，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较长的投资者通知可能有助于抵消潜在风险，因为投资赎回通常比投资更频繁。欧洲央行报告称，房地产行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构成风险。该报告称，建议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他说，这包括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和阻止过度贷款。谈钱，
油价飙升，美联储利率路径再次受到质疑。加拿大环球邮报在欧佩克及其盟国宣布意外削减产量目标后，油价周一飙升，此举波及股市并提振美元，因为担心全球通胀的粘性日益增加。布伦特原油期货似乎将创下近1年来的最大标准日涨幅，上涨 5.3% 至每桶 84.12 美元，而美国原油上涨 5.75% 至 79.99 美元。在欧佩克加周日宣布石油产量变化后，高盛将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年底每桶95美元，2024年上调至100美元。欧佩克加的目标是每天减产约116万桶。INFX 策略师 Francesco Peso 表示，这一转变对货币和利率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人们对通胀将被证明是央行长期问题的担忧。欧佩克加的这一举动引发了投资者对通胀的进一步担忧，因此全球股市当天暴跌。然而，这不一定全是坏消息，因为它是试图通过大幅减少就业和经济活动使通胀更接近目标的结果。过去1年，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迅速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上升，所以也许自己造成的放缓是一个好结果。然而，它最终可能在短期和中期危及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石油巨头 BP、壳牌、道达尔能源和埃尼军上涨约 4%， 引发欧洲石油和天然气指数上涨 3.7%， 成为自1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能源敏感型股票下跌，英国航空公司母公司 AG 下跌 1.5%， 而在高利率环境中挣扎的科技股也下跌了一些。市场认为油价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从而反过来导致利率越高越长。瑞士检察官在瑞银收购前调查瑞士信贷。美联社，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对围绕瑞士信贷的事件展开调查。这是在该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之前举行的，该银行将被竞争对手瑞银收购。瑞士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设计了 32.5 亿美元的安排，部分原因是为了平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但司法部长表示，调查的目的是积极履行其职权范围和责任，为清洁的瑞士金融部门做出贡献。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这项调查没有进行正式调查，也不是刑事调查，旨在了解围绕瑞士信贷的事件，并保护和评估可用资讯，以确定是否犯下了任何罪行。英格兰银行表示，银行太不愿意在危机中利用现金缓冲。路透社，英国央行呼吁改变流动性规则，称银行不愿利用现金缓冲可能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无论英国央行或监管机构是否认为银行有足够的现金储备，银行都表示不愿意削减强制性安全缓冲，因为担心监管机构和市场的不良反应。因此，英国央行呼吁调整流动性规则，以确保银行对自己在压力时期获得流动性的能力充满信心。英国央行发布的一份关于流动性规则的讨论文件的受访者表示，当局应具体说明流动性覆盖率的下降程度以及银行需要多少时间来重建它们。有人指出，在市场压力时期 ，LCR 可以进行不同的校准。报告显示，世行和国际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目前的做法导致缺乏信心，这本身就是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障碍。中国银行在全球银行业危机中关注风险管理。路透社，据中国央行下属杂志《中国金融》报道，中国最大的银行应该有更严格的风险管理实践，并对宏观经济变化更加警惕。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谢小雪的评论是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银行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之后发表的。中国5大银行的高管最近表示，这些银行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风险敞口有限，但他们强调需要管理信贷、流动性和市场风险。汇丰董事会建议股东投票反对分拆决议。路透社，汇丰董事会敦促股东反对重组银行和支付固定股息的提议。董事长马克·塔克 Mark Tucker 告诉香港投资者
按要求重组或分拆亚洲业务将给客户带来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员工和股东将受到干扰。股东屡建呼吁拆分汇丰银行，并呼吁该银行恢复疫情前的股息水准。SOHO 杂草博物馆和100个新许可证已推动纽约市的市场。彭博社，纽约的大麻之家将于4月7日开放，在曼哈顿的 SOHO 区开设一个5层高的博物馆和零售空间，宣传杂草的文化影响。30K 平方英尺的空间将举办由各种艺术家设计的展品，包括迷失方向的房间，一个发光的绿色空间，在大麻的影响下闪烁着大脑的薄膜，以及展示大麻逮捕和精油气味的房间。THC NYC 由投资者资助，包括 Merida Capital Holdings 的管理合伙人投资经理 Mitchell Baruchas。根据纽约大麻监管机构的说法，纽约苦苦挣扎的大麻产业还将获得104个新的零售药房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将颁发给那些过去逮捕过大麻的人，符合该州社会公平倡议的标准。肯塔基州已成为第38个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从2025年1月1日起，该州将允许使用生大麻和蒸发，但不得吸烟。与此同时，到2022年底，欧洲的医用大麻产业预计将达到 5.5 亿欧元 6.16 亿美元。德国为加拿大生产商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欧洲大麻市场。Prohibition Partners 的一份报告称，UFC 母公司努力以93亿美元收购 WWE。彭博社，奋进集团控股公司正在以价值93亿美元的交易收购世界摔跤娱乐公司，以创建一个价值超过210亿美元的合并企业。Endeavor 将持有该公司 51% 的股份，现有的 WWE 股东保留 49% 的股份。首席执行官 Ariel Emanuel 也将领导合并后的公司，而 Nick Khan 将担任 WWE 总裁， Dana White 将继续担任 UFC 总裁。WWE 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 4.7%。此次收购是在6月份有报道称 WWE 聘请摩根大通和联席总裁 Tony Su 来探索战略选择之后进行的。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6度世界 3w.6do.world 的最新动态。